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。学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，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认同，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文学和艺术灵感。许多汉字、成语和俗语都源自古代神话，学习这些传说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。此外，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思维。通过研究这些故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发展。从本期节目开始，我们将陆续介绍《山海经》中的一些神兽。《山海经》是一部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，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、地理知识和奇异生物。这些神兽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想象力和世界观，也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貌。通过研究《山海经》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体系，进而更好地理解东亚文化中的许多传统元素和观念。同时，《山海经》中的神兽对现代流行文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，特别是在宝可梦游戏中。宝可梦的设计灵感常常来源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和自然生物，而《山海经》中的神兽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。例如，宝可梦中的许多怪兽形象和能力都可以在《山海经》中的神兽描述中找到类似的原型。了解这些神兽的背景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宝可梦角色的设计思路和文化内涵。饕餮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饕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。在先秦时期，《神异经》记载，西南方有一种身上多毛、头似野猪、贪婪如狼的生物，叫做饕餮。它们积聚财物，但不吃粮食，只是欺负弱小和落单的人。而《山海经》将饕餮描述为羊身人面、腋下长眼、虎齿人爪，专吃人的怪兽。据说它的声音如婴儿一般，别名老饕、咆哮。到了春秋时期，《左传》中提到饕餮是晋云氏的不成器的儿子，贪恋饮食和财物。战国时期，《吕氏春秋》描述饕餮是贪食的象征，并且在周代的鼎器上常刻有饕餮的头部。今天我们把它称为饕餮纹，是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上常见的兽纹之一。汉代的《史记》进一步描述饕餮为晋云氏的不才子，贪恋食物且贪图财物，并将其与帝弘氏的不才子浑敦、少昊氏的不才子穷奇、颛顼氏的不才子陶物合称四兄。在后晋和宋朝时期，饕餮的形象继续被引用和描绘为对贪婪和暴虐的警示。明朝的文献提到龙生九子，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，喜好吃喝，所以常被刻在顶盖上。现代文献中，饕餮被描述为一种贪食的恶兽，其形象常被用作古代钟鼎仪器的装饰。通过这些记载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古人对饕餮的想象和描述，还能看到饕餮作为文化符号在历史中的演变。在古代，人们对饕餮形象的描绘充满了神秘色彩，认为它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。据说它因为吃得太多，最后被活活撑死。还有民间传说称它在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后，竟然开始吃自己的身体，最终只剩下一个头，因此落得有头无身的名声。古人将饕餮形象运用到纹饰中，旨在祈求神灵的庇佑，驱邪避凶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商周鼎上的饕餮纹逐渐被人们淡忘，但后人却夸大了饕餮形象中贪吃的部分，渐渐用饕餮一词来形容特别贪婪和贪吃的人。而到了今天，饕餮被我们赋予了褒义。我们常用饕餮盛宴或饕餮大餐来形容丰盛的宴席，用饕餮视觉来描述视觉上带来的巨大享受，而美食家被俗称为老饕。通过对上古神兽饕餮的探索，我们不仅领略了它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独特形象，也看到了它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和影响。从古代文献中的贪吃怪兽到现代用语中的美食盛宴，饕餮这个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成为了我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
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